吴28岁来自福建旅游领队，女嘉宾小何25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好，主持人。好，2个人结婚有多久啊？结婚2年了。咋认识的呀？就是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同事吗？对。谁追的谁？我追的他。追了多久？追了半年吧。谈了多久结的婚？谈了半年。就连追带谈1年多结的婚。对，挺好啊。你结婚之后出这么多事儿啊？就是他结婚以前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嗨，结婚前和结婚后是不一样的。就是结婚了以后嘛，然后怀孕了啊，我就是在唐山养胎，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去检查嘛，就是医生讲我耻骨联合分离，这个您知道吗？就是孕妇会有的，然后吧就是走不了。然后吧，等到还有福建那边的楼就是住的是楼房，然后他们家是四层住，然后一天是要上下楼好多次，我走1层楼梯都挺疼的呢。哦，我明白啊。我想法是因为我是他要是过来的话，我不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可以照顾他吗？那会儿你已经不在。对，她不是怀孕了吗？所以我就想，就是我把工作辞了，我去全心全意地照顾她，因为她毕竟是北方的女孩，就回到南方的话，我肯定得就是全心全意陪着她。等她。你也知道我没在南方过，她就是明知道我其实真的不想回去，因为我一想到她打电话叫我回去嘛，和我一摸香皂是干的，那是你的亲孙子，而且就不说别的了，就是连你都不知道洗。这是一个认知问题，你知道吧？不是说他故意啊。这一节我明白了，就是在孕产期间，大家其实是不愉快的。孩子坐完月子之后，慢慢的健康起来，怎么样啊？就是因为一直都是我妈带嘛，要是让他们带，真的我不能保证。不，你不能说这个话啊！什么就你妈带抹杀了人家家的，这也不太好。行。那现在在哪儿生活呀？福建吗？现在在唐山。怎么又去唐山了呀？因为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挺不愉快的，就光他跟我就吵了3次架，就把我气哭3次。我真的觉得就不想在那儿待了。然后他叫我去福建的时候，他也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所以他就一声不吭就走了，带着孩子跟我丈母娘都回了唐山，一句话没说，到了唐山才跟我说你爱来不来，不来拉倒。你们不知道是吧？对，那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家庭的冲突已经演变到了一个极致冲突的状态了，是这意思吧？对。而且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非让我不是从唐山回福建嘛，就是因为我耻骨联合分离，大夫是不建议顺产的，但是就因为他非得把我拉到福建去，导致我现在身体就特别不好。就一辈子的事儿，而且现在都没好，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好。就有后遗症是吧？对。回了唐山之后怎么样啊？回唐山以后，就是我跟他说让他过来嘛，然后他就也是过来了，但是他也不是特别情愿的过来的，因为他过来以后。我咋还不情愿了？你一说过来，我立马就买票。那你为啥要找一个旅游领队的工作呀？天天就不着家，然后今天这儿跑，明天这儿玩，然后跟那个女导游在那儿合照，而且他天天的就是同事聚餐喝酒，回来特别晚。然后呢，在家里，因为我爸妈也就是对他也有点意见嘛，就是因为他导致他们一个健健康康的闺女，变得现在就是不能跑，不能跳，走路快了都不行。后遗症那么严重？对。因为我就是还有骶髂关节，就我问他连骶髂关节在哪儿都不知道，就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反正就是我爸妈吧，对他就是态度也不好，然后他吧对长辈他也不说话，然后呢家庭气氛反正就是也挺不好的，然后呢他在家就不愿意待，就故意躲着我出去跟同事喝酒聚餐，然后里面就有那个女导游。这个事儿绝对是他这个大题小做，你知道吗？因为我这边上班是销售，也是一个领队嘛，我肯定得给导游就是处好关系，拍照发朋友圈。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就是让客户来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协作嘛，让客户来相信我们。还有他说的是我一次喝酒，不是也是团建嘛，回来比较晚，因为喝点酒，应该是我这个手就是敲门声音比较大，然后把邻居也吵醒了。他没有用手敲，他用脚踹。您知道吗？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已经2、3点钟了，我爸就没马上给他开门，他就拿脚踹门。当时我就是不给我开门嘛，我当时也有点来气，所以我声音就是大了点儿，他就觉得我跟老丈人就吵架了，怎么？不是吵架，你就不应该对长辈声音大。那我当时不就喝了点酒吗？那我这边也是有点。点儿啊。行，
这都是过去了嘛。那现在的主体矛盾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我想上班嘛，因为我现在身体好点了，能走路了。以前就是连走都走不了啊。然后我想上班，他不愿意让我去。那怎么能让你上班？你天天不说你身体没好吗？那你还去上班，是吧？再说小孩还那么小，你去上班了，你身体没好。现在孩子多大？现在就一岁了啊，1岁啊。他现在说我身体没好，好像是在为我着想。他早干嘛去了？我早在7个月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耻骨分离不能顺产，他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现在在这块假惺惺的装来关心我，而且我之后去北京看病啊，就拍片子什么的，他从来就不问我结果怎么样。你现在不希望他出去工作是为什么呀？因为他身体的确是没好，然后小孩不是特别小嘛。光我丈母娘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但是我听你在小片里说你压力很大呀，一个人挣钱3个人花。是，那我就得更努力工作嘛。他这个更努力工作就是更加努力的工作、应酬、喝酒，而且他这个工资其实真的不高，我就不明白他干这个图的是啥。那刚开始不可能是那么高的工资。就不在家能看见我的脸，出去玩是挺高兴的，反正就是啊。这个妻子生完孩子之后应该变化挺大的，对吧？她变化特别大。你看前后，他之前多好呀，都是怎么说都会顺着我，你知道吗？现在，就只要是一点小事他就能给你画大了。一来脾，他基本上都是被你逼的，3天2头就来发脾气。都是被他逼的，就是因为他一点点伤我的心。啊，反正现在我听明白了嘛，就是，丈夫觉得压力很大，对吧？特别大，因为上班也不容易，他回到家吧，他又是一苦瓜脸，你知道吗？啊，天天对我发脾气，就拿一件小事来说，天天翻账，你知道吗？我们结婚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3年多了，他现在还拿前女友说事儿，你知道吗？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生气，而且看见他我就讨厌，就不想看他。啊，他对我不是真爱。我怎么就不是真爱了？我从南到北。因为他心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之前有一个钱包嘛，是前女友送的，但是我那会儿其实心里知道，但是我没有揭穿他。那我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我就怕你生气嘛。我就说那个这钱包是谁送的呀？我就看他说不说实话。他说实话的话，顺理成章的我就让他换掉啊。如果他要说假话，事儿就严重了，因为撒谎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人格问题。你诱骗别人撒谎，你才有问题呢。夫妻之间，你送他只新钱包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对，我送他过了，那不就完了吗？他没用啊，他还用之前那个，我就特别来气。但是因为我送你钱包，为什么不用不就完了吗？我碍于面子，我就是不是你这有什么面子？你们俩较什么劲嘛？大家都是在生活，所以生活里面这些事儿，大家其实都明白。其实我们就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今天来干嘛？是说我还想一起过，但是我看他很烦，还是说我压根儿都不想过了？哪一种？还得过吧，因为孩子。我看他很烦，但是我没办法，还得跟他一起过。对，就是希望我想能过得有点滋味，是吧？对。好，男生呢？我希望他能对我少发点脾气。好，行。你一定要把人女孩接到福建去生，是为什么？这样我有时间陪她呀。因为如果是就是在我丈母娘家里，因为她那个房间特别小。那你后来孩子生了之后，不是就回人丈母娘家住了吗？那我现在睡在地上，我打地铺啊，我现在。我没有睡床上哦，所以那个。但是我在我妈家住的挺开心的，去你们家我就是不开心。你知道从唐山如果到你老家去生孩子可能会有风险。这有啥风险？那不直接就过来了吗？所以你就压根儿没想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是吧？前期没有那么严重。行，孩子早产，女生因为这个落了一些后遗症。所以心里的气我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你也了解，对吧？我能了解，我也能理解，对吧？对。所以现在就面临这个，男生也知道我做的不是特别好，女生也知道我老这么发脾气也无济于事，事情也过了。但是只要事儿一到这儿，一个小的东西就像火药桶一样就炸开了，于是2个人的日子就过成了现在这样。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哈，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现在那个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孩子是吗？你我的呀啊，我睡眠不好。有没有产后抑郁或忧郁的问题？要是说实话的话，其实是有啊。对，因为这个很明显啊，你说他性格大变啊，这是有其中这方面的原因的，这是生理性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你不应该去责备他，你应该多去
关心他的一些心理因素啊，以及身体的因素啊，各方面啊，这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的问题，真的如果往前倒的话，我点一个真正的原因，你们都没有做好结婚做爸妈的准备，但是你们结婚做爸妈了。生育是要有准备的。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生育要做什么准备，女生还好一点，男生更加了。男生觉得哎呀我要做爸爸了，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心理准备够了吗？不够。时间的储备，金钱的储备，知识的储备，你储备了什么？你告诉我你储备了什么？你啥都没有，还死乞白赖把人拖回自己老家去。我刚才点出的是你们一开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第二个，你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很简单，你们现在应该往一个正常家庭的路途回归。你们应该想一想，如何独立的照顾孩子，如何给孩子营造出一个没有冲突的有爱的环境。你们已经错过了最早的时候做一个爸妈的准备工作，不要再错过在未来孩子成长期的时候去为他营造一个真正的家庭。这是你们现在需要想的，不要再去过多的关注自己的情绪，就是你还在去想到前女友，没有时间了。好好的想想你们孩子的未来，好好想想你们将来两个人自己的家庭的未来。好，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看到这对夫妻是挺心疼他们的啊，因为女生走上来的时候就步伐很缓慢，那让人很心疼。但是我特别想跟你说的是，女生，我们其实为人母，这是我们的一种女性的自然属性。有些女性可能相对顺利，有些女性是要经历很多磨难，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知道你努力了，你去很用心的照顾她，但是你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不愉快的感受、身体的痛苦，其实我们看得到，你全部一股脑的抛给了你的丈夫。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不能够全部的把这种压抑的情绪都给他。我理解你生产之后的激素分泌带来的心理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但是我们生活是冲着美好去的，不是冲着痛苦去的。你的方向错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同舟共济。当你真的很难过的时候，在他的怀里让他拍拍你、抱抱你，而不是你骂他说你不照顾我，你看我现在耻骨分离好不了。我们用力的方向反了，明白吗？可能很多小夫妻确实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但因为我们相爱，我们结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爱情的结晶，那我们一定真的就是同舟共济，往美好的生活去。可能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你激素水平的慢慢稳定会好一点，但是你也要积极的暗示自己，我可以的，我会好的，我的丈夫是爱我的。你要不断的把这些积极的东西给自己，而不是不停的在说他太讨厌了，我看他好烦啊。这样真的是把我们的生活拖向了不美好的那一面。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相信你可以慢慢来吧。但我相信你们之间有感情有责任，一定可以共度难关。希望你们越来越好，祝福你们。好，谢谢老师。其实好像所有的你们之间感情的问题都是基于当时她分娩生产时的那个问题。那我想问清楚，为什么女方是要求剖腹产是吗？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顺产呢？因为顺产的话会对小孩还有对这个大人身体都好。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医生的判断是什么？当时我是因为跟他去就我们福建那个医院去检查了，然后医生说是建议就是顺产，那顺产就尽量。医生建议顺产。对。但是唐山的医生就是建议剖腹产。你那个早产是怎么？是因为早产一般都是一下就羊水破了嘛？破了之后就开始了嘛？没羊水破。那怎么就早产了？因为突发情况，就是突然见红，急产嘛，很快嘛，所以他根本不是说他选择的嘛。是的，这里面没有选择嘛，它是急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情况是急产，而且医生并没有建议说要剖腹产。对对对，女生这件事情不怪他，你多年来的心结就在于说你现在所有的病痛都是他导致的，所以引发了一切在婚姻生活当中各种的不满意。但如果他不让我就是回福建，那唐山其实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儿。这个你就是
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了。他让你回到福建，是因为他觉得福建可以照顾你的更好。所以说，在福建，我们当然是听医院里医生的建议了。虽然现在出现了说有这些后遗症等等，但那不是他的错，明白吗，姑娘？我真的想告诉你啊，所有当时决定是当那个客观条件发生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正确的、中肯的一个决定。即使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是有做错的事情，但也不能咬住这一件事情就不放。在爱当中，我们共同目标是要过得幸福，而不是说你现在都在还债，因为你欠我的。婚姻爱情里面就怕这个欠，明白吗？谁也不欠谁的，就这样。其实错不完全在于你早产以及耻骨联合分离到底怪不怪他，其实你更多的是觉得在孕产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男生对你照顾不周，或者说在他和他家人在你生产的这件事情上，他沟通不利，让你感受到遇到了很多挫折。每个女人生产都是一次死里逃生，所以女生在孕产的过程当中，男人的冷漠和照顾不周，也许女人会记一辈子，因为一生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但从整个听下来，觉得你对面的这位男士没有那么糟糕，也许是因为不成熟，把你接到福建去生产，也是因为觉得父母在那儿，很多事儿可以他们拿主意，他心里有点安心，再加上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力，所以导致了你受了一些苦。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姑娘，谴责一个人和惩罚一个人太容易了，但要去赞美一个人、认可一个人、鼓励他，其实往往比谴责更难。其实你现在是没有办法的，你谴责他，你得不到任何收获。但如果你要是鼓励他、赞美他，倒是你们的小家庭还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说呢？你心里也很清楚，他也不是十恶不赦，虽然他有种种问题，他踹门，跟你们家庭有矛盾，难道你们家没有问题吗？我不相信你在福建的时候，他们全家人会众矢之的的那样去对你，只是照顾不周，只是因为水土不服，只是因为饮食不习惯，而你和你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把孩子一直带到唐山，这本身反而倒是冒失。所以你就是想明白一点，你跟他过不过，你如果要跟他过，你谴责他没有任何意义。跟他谈恋爱是你自愿的，跟他结婚是你自愿的。临时急产，这也不是他能控制，也不是你能控制，所以你谴责他有什么意义吗？你为什么不去鼓励他呢？一个男人是鼓励出来的，如果你要让他从这个方向慢慢变好，你就朝着这个方向来鼓励他，你明白吗？明白了，谢谢老师。你鼓励他，只有对你好，没有对你坏。你谴责他，只会让他越来越堕落，让你也越来越烦躁。对于男生来说，在他的孕产期间，你给他造成的那些疏忽，也许有的时候不是你的责任，他也会记到你身上，把你们家人的疏忽也记到你身上。但我们是个男人，女人生孩子本来就很苦，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做细一点，补偿一点？是。当遭到他们父母的一些冤枉、一些不理解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忍一忍？能。既然都已经受了苦了，我们知道耻骨联合分离是非常痛苦的。既然已经受了苦了，把孩子生下来了，早产的孩子3斤半，到现在已经健健康康了，所有的劳动果实，我们珍惜它。你说呢？以后不要再说戳人心的话，想过就鼓励他、赞美，好吗？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托老师啊。两个人好好沟通一下。初为人父人母，经历了那么多东西，大风大浪的，打打闹闹太正常了。还喜欢他是吧？还有感觉，就放下吧，就放下呗。为了这个孩子，为了你们曾经的爱情，重新来过。男生什么都不说了，人家吃了苦了，咱就好好的配合。好的，咱从今天开始重新来过。
我的建议就是，孩子再大一些，带着孩子回趟福建看看爷爷奶奶去，要化解一下，这都是化解嘛，好吗？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老婆，那个，从以后开始，就是我尽量努力工作，也经常回家，就是多帮帮忙，然后那个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都会努力去做，你就少发点脾气吧。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对你要求太高了。其实知道你这段时间挺压抑的，然后我在这儿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对你那么要求高，咱俩以后好好过吧。亮灯吧。好，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真的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哦哦哦哦，关键。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来，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啊！希望你们今天离开我们这儿，过去的不快乐就扔掉。谢谢你们，请回。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回吧，谢谢你们。